我叫顾明礼，就在昨天，我绑定了一款奇葩宫斗系统，这狗系统居然让我色诱暴君。牛马没有节假日，牛马只有加。妹，哥，你也穿越了。等会儿，先说正事。妹啊，这个你得看看。恭喜宿主绑定宫斗系统3.0至尊后宫攻略版。当前攻略终极目标：冷酷暴君大庸皇帝宵夜。当前好感度-300。主线生死任务1：3日之内施展无双魅力，成功爬上暴君的龙床，并让其流连忘返。哥，你是男的？我特妈知道我是男的，可这破系统它没识别对呀！你翻翻你的手，万一你也有这种反人类的东西呢？恭喜宿主绑定败家系统，终极任务：败光贪官爹贪没的所有钱财，奖励兄妹2人共同完成任务即可回到原世界。败家，给你的是败家。你哥我堂堂水利工程与机械工程学双跳博士，常年混迹在工地和实验室的钢铁直男，这破系统居然让我去色诱暴君。妹啊，咱俩的系统是不是绑反了？我可是现代顶级投资集团 CEO， 碰什么什么涨投什么什么赚的超级经理。这破系统让我去败家，如果我拒绝呢？失败惩罚：满门抄斩，且无法回到原世界。全家躺板版。那如果我3天后没爬上龙床呢？淹了，打入冷宫。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哥都要进冷宫当太监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哥，冷静，这就是个反向对赌协议。我负责败光钱，你负责拿下暴君，凑齐通关条件，咱俩就能回家了。先查底牌，我这便宜爹到底贪了多少？现有资产8个亿8个亿！我爹是河神转世吗？新手友情提示：3天后，皇家监察院突击暗访，顾德白贪没江州10万两水患赈灾银一事将彻底暴露，顾家满门抄斩。请宿主尽快花掉赃银，提升暴君好感度。月儿、丽儿，我的心肝肉们！哎呦，我的乖宝们！是爹昨晚说漏了嘴，让你们听到监察院要来查账的消息了吧？把心放肚子里。爹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江州水患那10万两赈灾银，爹早就连夜转移了，账本做的天衣无缝，钱藏在了一个连狗都找不见的绝密死角。爹就是把钱带进棺材里，也绝不让他们查出一星半点儿，更不会让人砍了你俩这如花似玉的小脑袋瓜。爹呀，你把钱藏的连狗都找不见，我特么3天内怎么花完？天要亡我！爹，您藏的那10万两全是赈灾银子？可不是嘛！爹让人全都用油布裹了3层，撒上防虫的草药，狗来都闻不出来。等风头过了，你们想要什么，爹都给你们买。触发任务：当前可支配资产10万两白银，任务目标4日内全部花光。注意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直接销毁、丢弃、上交，不计入花费。怎么了？爹，赈灾银子的藏匿地点，详细给我列一份清单，精确到每个点有多少两，怎么取，最好附上路线图。你要清单干什么？花钱。不烫啊，月儿啊！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硬生生从赈灾款里扣下来这血汗钱，还不是为了给你攒嫁妆，给你哥打点前程？这钱不能花，坚决不能花！不给，那就只能用点手段了。爹爹，我就是害怕，一想到万一被监察员查出来，就要排队躺板板了。自从娘亲走了，您含辛茹苦养大我跟哥哥，如今家里有难，女儿也想为爹爹分忧。要是爹爹不愿，女儿自不会在家求爹爹了。别哭！哎呦，月儿，我的小心肝，你掉一滴泪，爹得少活1年呢。3、2、1，好，写，你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爹都给你摘，只要你别哭啊，我的小祖宗。爹爹放心。城东义庄地窖3万两，城北破庙弥勒佛像肚子里，往左摸第3块砖。西郊猎场，月儿，这可是爹的心血呀！多谢爹，哥，你抄一份备份。等等，你刚才是不是演的？哎，你们兄妹俩！爹，您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儿女儿来办，您放心。女儿不败家，只是帮您找个更安全的放地方这些钱。好闺女，不愧是我顾德白的小棉袄。10万两白银分散3地，3天后监察院暗访，我必须在3天内把钱花光，且必须产生实际交易，不能直接扔，也不能自首。所以
你需要一个巨大且合理、能快速吞噬大量资金的出口，还不能引起任何人怀疑。没错，哥，江州灾民现在什么情况？江州水患30万两赈灾银，从京都到江州，沿途经过3道关卡，别人是雁过拔毛，咱爹是层层伸手，实际上1两银子都没到灾民手里。现在数千灾民聚集在京都城外，朝廷派了5成兵马会设路障，不让灾民进城。不对劲，当今皇帝不是昏君，这么大的阵仗闹到京都，他会不知道？陛下是故意放出乱局，引蛇出洞。流民受灾生计艰难，正好以这笔银钱正好，既能安置灾民，也刚好把钱粮妥善用出去，倒是两全之策。哥，咱们双管齐下，我去花钱败家，你找准时机，必须尽快爬上暴君的床，顺便想想治理水灾的现代方案，这是我们保住全家向上人头的重磅加码。行，只要能早日回家，别说爬龙床，就算是给皇上表演一段脱衣舞，我也能给他跳出花来。不过你准备怎么安置灾民？很简单，4个字：以工代政。我的好闺女，贴心小棉袄啊，连夜找更安全的钱坑替爹藏银子。顾家发家致富，后继有人了，再去给他包2000两，就当做辛苦费了。刚贪没10万两赈灾银，就想把女儿送出城，会不会晚了些？故乡形势滴水不漏，恐怕另有缘由。要不要拿下？无妨，监察院证据已足，时机一到，顾家鸡犬不留。难怪爹听到了风声，没有皇帝暗中安排，谁能护着灾民逃到京城？皇帝这是要收网了。桃枝，去看看灾民里壮劳力多不多。小姐，我去打探过了，慢点说，不着急。青壮男子挺多的，夫人看着也壮实，就是饿得厉害。月离任务截止，当前已花费0两，当前剩余1时1两。走，去西郊。去哪儿？荒山。小姐，这什么破路啊？全是红色山岩碎石，前面就是苦油山，结的果子又苦又涩，白送都没人要。红色山岩，停车。掩体种不成庄稼，也养不成果子。好地方，荒山好啊，稳赔不赚的绝佳项目，就它了。走，回城办地契。你说城西那片地土质不行，荒了快10年了，80亩，官府挂牌价5000两，10万两的 KPI，一次只花5%，这花钱的速度怎么跟蜗牛爬似的？当然，价钱是可以商量的，要不5000两太少了，你到底会不会卖地？是什么？官府丈量土地得有跑腿费吧？50两，书吏等炒地契，这是脑力劳动，润笔费30两，还有你查黄标的专业咨询费50两，还有对面那几亩快死绝的野茶田，我看中它的天然有机增值钱2500两。等等，那茶田连兔子都不去拉屎，兔子不去说明生态好，没污染，加500两。周边7座无主野山，更名费每座3000两，汇总一下，一共3万两。在户房干了20年，见过无数砍价的精明商人，还是头一回见自己给自己加价的冤的头。姑娘，您喝茶。此时下官做不了主，得请示上峰，去就回。丞相府嫡女顾明月正要花3万两买下城西荒地，她自己加了跑腿费、润笔费、咨询费等各项名目。有意思，头一回听说买家主动给卖家发补贴的，皇兄怎么看？故乡手段，故意高价买地，将赃银分散到官府账面，表面是交易，实则是洗钱。监察院就算查账，纸面上也挑不出毛病。顾德白这老狐狸调教出的女儿也是滴水不漏。那这笔交易批不批？批，他要买哪块就卖给他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照批不误。后续他再买什么离谱东西，一律放心。但底单给本王超圈一份，本王倒要看看这对父女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是，姑娘，上头批了，3万两，一分不少。痛快！恭喜宿主完成一笔交易，已花费3万两，剩余7万两，还剩7万两。时间紧迫，看来得搞个更大的吞金兽。走，去城西灾云营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普济堂要建大作坊，请大家做工。壮处吏月前5两银，妇人3两，老人孩子2两，包1日3餐，顿顿管饱。逢5加荤菜，入职满月发新衣，满2月家属统一安置，生病免费看诊，每月休假2天，工钱照发。东家，我能干3个人的活，您收了我吧。东家，俺以前卖假古董的，人脉广，口才好，你看。骗子也敢来应聘，招了啊！会卖假古董，说明脑子活。以后安排做采购院，专门负责去市场上高价买东西。东家，你是俺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欣赏俺的人。哎呦啊！
哎呦，对不起，在下十不济是个秀才。你是灾星下凡吧？不是灾星，在下只是运气不太好，前面做工的50家店铺全都黄了。你一个人干倒了50家店？你说你去哪家店，哪家店就赔钱，赔得多吗？挺多的，布庄那次烧了大半条街，赔了3000两。凭一己之力干翻50家店铺，你就是个命运多舛的人才，福星啊！直不记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普吉堂荒山事业部的大掌柜，月薪10两。东家，我十不记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皇兄，顾德白这老狐狸，只怕是用高额工资把赃银化整为零，散尽民间，既安抚了灾民，又洗了银子，端的是滴水不漏。他是着急出手那10万两，等后期钱花光了，灾民知道自己被利用，必生暴乱。朕倒要看看顾家那时如何收场。那咱们是否还要按照原计划动顾家？先吓他们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后手。月儿啊，今天买地花了多少？3万两。多少？爹，这叫藏富于民，以退为进。买的是未来市场和增值潜力，日后变现利润翻倍，回头就是6万两了。好闺女，有出息，翻倍。我哥呢？回小姐，大少爷晌中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饭也没用。我哥这第一关龙床还没爬呢，该不会又触发新任务了吧？哟，忙着呢，颈椎不好，准备牵引啊？上吊看不出来吗？话说你怎么不劝劝我？劝什么？反正你还剩最后一天，爬不上龙床也是死，不是先当太监。我今天才发现，皇帝对咱爹对顾家的所有仇恨值全记我一个人头上了。咱爹今天干啥了？又涨了200多仇恨值。爹今天倒是很老实，是不是你惹了什么事儿，让皇帝又不开心了？我？皇帝只怕已经怀疑我们在 wash money。哥，你今晚翰林院值夜班，必须去把龙床仇恨，不然咱们风全家都得嘎了。我他妈又不是苏妲己，我怎么吹枕边风啊？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不就是爬个龙床吗？我去就去。请宿主尽快施展你的魅力，爬龙床，吹枕边风，让皇帝流连忘返哦。横竖都是死，拼了！站住！翰林院编修顾时敏今夜值守待诏，有一份急件需呈皇上预览。陛下已经歇下了。急件，进了这道门，可就没退路了。我今晚定要成为那个能面圣的男人。什么急件？回陛下，是关于江州水患的。10、9、8，大胆！滚下去！你爬朕的床干什么？朕没有龙阳之好，你最好能给朕编出个理由，否则拖出去杖毙。好险，命算是保住了。陛下，臣昨夜梦见仙人，仙人让臣坐上龙榻，传授您都江堰治水奥义。江州水患根源不在天灾，而在于上游泄洪口设计不合理，泥沙在弯道内侧堆积，河床抬高，水位一涨，堤坝就扛不住。这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的事，得从源头改。你一个翰林编出，查江州水文记录做什么？爬床任务达成度30%，剩余进度让其流连忘返，吹枕边风。陛下，想解决江州水患，可在上游设分水鱼子，内江引水，外江排洪，再修飞沙堰，利用弯道环流的螺旋水力，底层泥沙自动排走。去。今日就到这儿。任务完成进度80%，爬龙床流连忘返达成，剩余吹枕边猫。这是正经意思，物理形式上的。陛下，臣告退。阿斗。那厮竟敢轻薄于您，杀吗？飞沙堰弯道环流，此人有点东西，暂时不能杀，明晚让他继续来值夜。这是谁指挥剑的？是大掌柜。东家，您看这是啥？东家，
漫山遍野的苦柚树，结的根本不是贝果，这叫橘红，是化痰止补、理气健息的珍稀贡品啊！啊，燕小六果然没说错，您怎么会随意买荒山？这简直是座金山啊！东家威武，我们好好跟着东家干，把普济堂做成百年老店！百年老店，百年老店！我好不容易挑的稳赔不赚的破山头，怎么就成金山了？这要是赚了钱，还怎么完成败家任务？都安静，你还是说说都败花了多少钱吧。东家，这3日工钱、耗材还有吃喝拉撒，总共折合8000两。已花费53000两，剩余待花49000两。不对啊，怎么剩的钱还变多了？我这贪官爹迟早要把我坑死的节奏啊！齐王，谁是主事之人？是我的弟，地契齐全，京兆府登记在册。姑娘好大的手笔，3万两买荒山，1500号人包吃包住，月钱5两。姑娘家底殷实的很啊，这地、这山、这上千号人，全靠顾姑娘一个人的银子。殿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地是朝廷的，灾民是陛下的子民。我花的每1两银子都会花到他该去的地方，百姓安居，天下稳定。说得好，既然姑娘心怀天下，那本王下个月再来看看姑娘的成果，到时候本王可是要验账的。1个月期限，皇帝这是要看实打实的利润上缴过库，要不然我全家照样得死啊！阶段性小结会议开始。哥，皇帝的仇恨值降了多少？50、500？5点。你好不容易爬了龙床，还讲了1整晚的水利工程，就降了5点。这系统肯定跟我有仇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子他妈不干了！左右不过一死。哥，冷静。年后，别死！奖励来啦！恭喜宿主好感度首次提升，解锁秘籍兑换。我但凡犹豫1秒，都对不起我的学历和钢铁直男属性。各种苦油的炮制工艺，明月，你买的那座荒山，岂不全是名贵药材？你当我想啊？希望今天去查岗了，钱再花不完，咱们家就真完犊子了。新任务发布，10日内在御寝殿为皇帝献上1支舞蹈，要求惊艳4座，失败成烟，打入冷宫。哥，你会跳舞吗？我连广场舞都踩不对拍，你觉得我能惊艳皇帝吗？惊吓还差不多。哥，惊艳的本质是出乎意料，现代舞种很多，比如，像一棵海草，随波飘摇，你让我在皇帝寝殿里跳海草舞？行，反正我在皇帝面前的形象本来就没什么可挽回的了，破罐子破摔吧。对，就这个感觉。哥，你信我，你就保持这个水平，销鬼效果绝对炸裂，以后你就是大雍朝的第1位炮品。先把橘红工艺写下来吧，我累了，毁灭吧，赶紧的。东家，出大事了！又来了1000多灾民，全是江州方向来的，说是听老乡说咱们这儿包吃包住，月钱5两。2000人已经是管理极限，再塞人进来，迟早会出乱子的。这不就是送上门的资金消耗口吗？告诉新来的人，此地名额未满，我另有安排。回府找我哥。像一棵海草，随波飘摇，飘。哥，你算了，哥，城西又来了1000多江州灾民，得让他们回乡，还得有活干，有钱赚，能自给自足。你给支招。江州水网密布，低洼滩涂多，种庄稼不行，但养水禽是天然优势，可以养鸭蛋、鸭肉可是畅销品，鸭绒做的冬衣更是千金难求。打住，我们是来亲自去江州实地考察、选址、谈合作、布局产业链，一趟搞定。我陪你去一趟吧，你自己一个小丫头出门，我不放心。你今晚不用进宫？我今天调休，黄娇娇翻我后天的牌子。老哥，本地人吧？干啥行当的？给客人上门做鸭的。失敬，那平时接客多吗？多，一天少说接上100个，排着队等我上门伺候呢。可现在水灾一闹，城里都没人了，半个月没开张，闲得不上100个，大哥身体真棒。哥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料？人家是厨子。怎么着？看不起厨子？我陈三刀做鸭一绝，在这胶州城可是响当当的名号。老哥，懂养活鸭吗？当然，我3岁就在鸭圈里摸爬滚打，只是为了肉质紧实，每天赶着鸭子跑好几圈，成本太高，稳赔不赚，才改行做鸭。稳赔不赚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这铺子我盘了，你就是普济堂江州家禽事业部大掌柜，我要你带着江州百姓们养鸭子。东家，从今以后，我老陈就是您最忠诚的鸭司令。发钱了，
发钱啦！诸位江州的父老乡亲，只要加入我溥仪堂签契约养鸭，每户先发1两银子，无息贷款，鸭苗免费发，长成了我们按最高价回收了。白给银子还白管有鸭苗，真是活菩萨！我欠，人家让我来处理。东家整整3万多户啊！恭喜宿主达成首项败家任务，4天内花完10万两赃银，奖励查阅未来头条新闻机会乘以1。10万两，4天，花钱也是一门艺术啊。系统查看未来头条。大雍2年夏，京都爆发未知呼吸道传染病，死伤无数。又向顾德白贪墨药材专款，致百姓横死，龙颜震怒，误事一族满门抄斩。我操！高筑百姓变异流感，在古代这是灭顶之灾啊！哥，回去我就量产橘红镇咳散，再加紧加点造口罩。你今晚必须去给皇帝跳舞，最好把江州治水的差事要下来，这可是咱家保命的关键。月儿、李儿，听说你们去江州谈生意了，真是出息了啊！路上累不累？饿不饿？爹让厨房留了你们爱吃的桂花糕。爹，您有话直说。乖女儿好大儿，爹今日发大财了！工部做账漏洞百出，爹随便拨弄了一下，又进账了江州治水的专款。你俩1人1万，随便霍霍，剩下的爹存着。江州治水专款？对呀，10万两呢，你爹厉害吧？警告：检测到宿主家庭间新增巨额赃款，触发限时任务，请在1个月内合理合法败光10万两赃款。任务失败惩罚满门抄斩。我败家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我爹贪污的速度。爹，你这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啊！爹，跟我去个地方。闺女，你该不会又在打爹银库的主意吧？爹，女儿想赚钱给您养老，银子搁在库房里不会下载，让钱生钱才叫真正的财富。女儿好，还是女儿好啊！月儿，这就是你说的金山？绿化倒是不错。爹，走，近距离感受一下商机。东家，目前登记伙计2300人，山上野生苦柚树43000余株。大老爷，这是失传的珍稀贡品橘红，1两可值白银10两，按年产6万斤算，折银96万两。96万两！爹，我要建10座金丝楠木厂房，这就叫品牌溢价，铺面越讲究，客人越愿意掏钱。对，就该有这个格调。可是爹，前期买地，雇人买设备，银子见底了。干！爹投了10万两，你拿去随便折腾。爹果然最疼我了。陛下，今夜值守待诏的翰林是那位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当前任务才艺展示，为皇帝献上一支舞蹈，惊艳皇帝，倒计时5分钟。脑袋和脸皮相比，还是脑袋更重要。今夜准备了什么秘籍？灵渠还是郑国渠后续？陛下，臣今夜不讲秘籍，臣有一样东西想呈给陛下看。哦，呈上来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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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摇摇，漂亮漂亮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浪花里舞蹈，管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管它好歹。停！朕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顾鞭子，你最好又是得了仙人指点。恭喜宿主完成本次任务，好感度+5，获得奖励兑换秘籍+1。回陛下正是仙人指点，仙人让臣展示水中海草的运动形态，引出之道，顺势而为，不可强力对抗。陛下，臣自请带领工部前往江州，实地治理水患。你一个翰林边京，请旨治水。臣虽官职卑微，但分水鱼嘴的选址、飞沙堰的高度、保宫口的宽度，臣心中皆有定数。这工程离了臣，谁都做不成。朕准了，即日起升顾明礼为工部借调员外郎，领江州水利督造使，拨进人300。臣领旨。皇帝的仇恨值终于降了，江州治水的差事也拿下来了。看来海草舞威力不小，我哥魅力无穷。我是直男。对了，你跳舞的奖励领了没？差点忘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才艺展示任务，请从以下3项中选择1项兑换。A. 回眸含情初阶眼神教程。B. 侍寝香薰调配指南安神助眠篇。C. 智能导航地图。这破系统是不是专门来羞辱我的？兑换成功，已获得智能导航地图。嘿，这个地图不错，居然还有地质层标注。粘土层、沙基层、基岩、
连土壤含受率都有，连交通拥堵情况都有。哥，你这是捡到宝啦！叮，新任务发布。任务内容：1个月后皇帝寿辰，为皇帝送上一份亲手准备的贺礼。任务奖励：好感度加10，完成期限30天。失败惩罚：好感度减500，并永久变成地中海粗头。地中海，还有完没完了？这破系统也太歹毒了吧！恭喜哥，起码这次不用阉割了。你现在还有负570，所以只要任务失败，再扣500，就变成了负1007。会被杖毙，死之前还得先秃头。没事儿，亲手准备一份贺礼而已，没有具体限定，也没说皇帝收到后必须给出情绪反馈，你随便做个东西，送到就算完成。妹，你那边呢？橘红镇可伞和纺车已经在批量制造，等布匹齐了就可以制作口罩。明天咱们就去江州治水，咱爹的小金库也该好好霍霍了。皇兄，监察院已查实顾德白贪墨的铁证，数额足以满门抄斩。您布局多年，为何迟迟不动手？杀了顾德白，朝堂震动一阵后，会有出下一个顾德白，杀一个还有100个，而且他那双儿女做事倒是有意义。您是说安置江州灾民？顾家丫头拿着他爹贪来的赃银，把赈灾办得漂漂亮亮，3万户灾民发银子分芽苗，市面重新流通。确实，朝堂百官竟无一人想出此等妙计。还有那个顾明礼，以前在翰林院毫无存在感，如今却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学识，什么分水鱼贼、弯道还流，公布听都没听。皇兄是觉得他有真才实学？真不真，去了江州就知道。这人行事有些奇怪的癖好。什么癖好？他第一次入宫值夜，爬上了朕的龙床。皇兄没杀他？哼，刀都架脖子上了。他说是仙人托梦传授治水之法。还有今夜他在御书房跳的那支舞，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江州那边派个影卫过去，监视他们，也保他们性命，别让地方上那些蠢货把人弄死了。臣弟领命。哥，没拿到银子。朝廷下拨30万两，咱爹先贪了10万，剩下户部扣了3万，说是调拨损耗。8万两。工部扣了4万，说是器械折旧预提。江州知府最狠，直接结了5万，理由是地方行政协调费。就这么点钱，材料、人工、运输，随便哪个环节掐一下，整个工程就得停摆。而且我立了军令状，钱不够，工程烂尾，最后背锅的只有我。哥，你先去看册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陶之，去买纸墨笔砚。是。你要写什么？家书。咱爹这个丞相定然不是摆设。再说了，谁搞钱能有咱爹厉害？老爷，是小姐从江州送来的急信。陶之说，小姐是哭着写的。我的乖女儿，这是受了多大委屈？好啊，一个个的吃相敢比我难看，还敢欺负我的新渣渣！老爷，天还没亮，更衣，穿朝服，进宫！谁敢断我儿女的财路，老子就断他的生路！顾大人，实在是衙中事务繁杂，未能及时前来迎接，罪过罪过。顾大人，先前拨付的治水专款，因衙门账目交接出了些纰漏，下官今日特地清算过了，12万两，一文不少，请顾大人清点。何大人，昨天我去衙门，您手下的师爷说地方行政协调费是定例，概不退还。哎呦，您看看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下面人不懂事，下官已经训斥过了。咱们江州的百姓就指望着大人您呢，大人有任何需要，江州府必全力配合，绝不敢有半点迟疑。哟，老爹行动力可以啊，看来一品右相还是很有实力的。咱们这便宜爹既爱敛财，又有这么大手段，那腹黑皇帝还能留着咱们一家当蛀虫，能没有原因吗？哥，你安心治水，我也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。让你每天赶着鸭子跑，你就得跑，跑不动就养条狗追着跑，很难吗？陈掌柜，我家鸭子腿都跑细了，别人家的鸭子吃食长滩，我家的越养越瘦。瘦才对，跑山鸡吃过没？肉紧实才香。老嫂子，想跟着普济堂赚钱，就得按规矩来呀。行，我回去就养条狗，专门赶鸭子。东家，陈掌柜对养鸭标准要求很严格啊，正好咱们定个收购价，普通鸭子20文一只，严格按你的标准养出的精品鸭50文一只。东家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能不能自己烹鸭？我手下伙计会做卤鸭、酱板鸭，咱自己做成熟食卖，保证利润翻倍。我花钱是来败家的，你他妈天天想着给我搞全产业链利润翻倍。好，给你拨500两，组建制鸭团队，流程标准化，你自行安排。好嘞，东家放心。小姐，这打扮不像寻常刺客，难道是齐王派你们来的？
齐王府影卫15，齐王府影卫10，我2人奉命前来盯着顾氏兄妹，防止你们死了。这么直白的吗？替补？主子说我们中毒后脑子不太够用，平时只能当候补，这次缺人手，说凑合用。行吧。明月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帮我想想皇帝生辰能送点啥。我操！明月，快过来，有人想取我们狗命！他俩搜啥呢？搜你养的狗。狗在哪儿？我们去保护。这么耿直的吗？不用保狗命，保我们俩的命就行。伊王，你总瞪着我干嘛？主子的命令，让我死死盯着你，少看一眼都是属下的失职。人形监控，还是带人脸识别的，绝了！大白天穿夜行衣，这么大号的显眼包，你就这身打扮出门？在下这一身，乃是王府标配的出勤戎装。其实呢？随顾大人去了工地，天未亮便动身了。小姐，这地方也太过寥落了，连年受灾，没有经济增长点，百姓找不到生计，地方拉不起 GDP， 这烂摊子正适合我砸钱。顾小姐品味清奇，喜好荒凉无僻之地。普济堂，便是那个在江州城收容灾民、发放鸭苗的普济堂。正是，我是普济堂东家顾明月。哎呦，原来是顾东家。东家面相和善，不知与京都顾相大人可是有什么渊源？大人与顾相可是相识？当年某还是个家境贫寒的书生，母亲重病，某只得放弃科举，靠抄书卖文为母亲筹钱治病。明珠谋臣，请大夫治好了比母的病，并出资扶助某继续攻读科举。顾相乃是真正的大善人啊！大善人，我那个贪了8个亿，把钱藏得连狗都找不见的守财民便宜爹，拿贪来的钱去救济穷书生。东家此行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周大人，我想购买贵县沿河所有荒废的地块田亩旧址铺面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东家买这块地是做什么用？建一条商业街，待土地到手后，普济堂便会在县中招募乡邻入坊做工。真的好，甚好，东家大善。张书义，带上地基册和算盘，随我给顾东家带路。周大人，这片地我全要了。全要？好，好，好！张书立，快，就在这儿算。顾小姐，合计14500两。平个零头，15000两。成交。小姐挥金如土，大肆购买荒地，只为打发她空虚机智的闺中生活，可悲。剩余任务时间5天，任务余额68000两白银，旁边还有白鹤、柳桥2个县，再加上石不济和燕小六拼命霍霍，这笔钱总算能花完了。普济堂目前已知编制，倒霉秀才1个，穷书生1个，小偷1个。小姐眼光令人费解。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任务，1个月内花完12万两银，获得奖励，查看未来头条1次。我操，好大的瓜！薛仁绝不能死，哥，只能靠你在万寿宴上搞事了。只要你保证那位全程不吃不喝，这局就能破。我连皇帝的面都不一定能见着，怎么保证他不吃不喝？我有个办法，哥，你这次送完寿以后，肯定会得到一个奖励，按照你系统以往的调性。打住！特玛是直男，而且黄娇娇也是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勾引他？哥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可是10万人的性命。行，你给我豁出去了，行了吧？当前宫斗任务，亲手制作一份生辰礼送给皇帝。任务剩余时间3天。你们俩在王府待的时间长，说说皇帝喜欢什么？陛下什么都不缺。小姐，我知道送画，王爷经常给陛下送画，陛下每次就要看好几天，看着看着就入神了，连奏折都忘了批。画画，这个我会，我还得过奖呢。什么奖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向阳幼儿园未来之星奖，不行吗？这事你不用操心了，作画是我的特长，手到擒来。这水患也治得差不多了，你赶紧洗洗睡吧，明天回京。算了，反正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七品编修，皇帝一定不会看的。阿弥陀佛。顾大人，
真是个痴情又可怜的男人。明离呀，你这次在江州干得漂亮，陛下怎么说的来着？都造使尽忠职守，朕甚慰。哈哈哈，都那帮老牛票，这回不服气也不行了。哈哈哈哈，拿着，一人2万。爹，你哪来的钱？今早下面的人孝敬的，加起来有5万两呢。监察院的眼线遍布京都，皇帝想要我顾家的脑袋，只看心情好坏。我这位便宜亲爹还在兴致勃勃地往自己脖子上套绳子呢。爹，这钱以后别再收了。禀告，检测到宿主企图泄露系统任务，违者判定任务失败，全家堂版本。爹，我在江州的时候求了个签，说您今年财多压身，不利福寿。爹，您身子骨比什么都重要，所以您新得的银钱还是都放在我这里保管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女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爹了。剩下的1万两，你拿去。任务资金5万两白银，任务剩余时间10天。5万两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爹的小金库里还趴着8个亿呢，这么一点点的往外掏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翰林院编修顾明礼恭贺圣万翻寿。什么贺礼？在下的亲笔画作。登记在册。任务完成，为皇帝亲手制作生辰礼并送出，获得奖励，技能选择层1。回来了，还顺利吗？那是，你是没看到礼部书办展开我的画的时候，脸上那个表情，震撼，绝对的震撼。任务完成了就好，快先看奖励。这系统绝对有病。我选防护甲，物理防御，实在。哥，你冷静啊！你只是个7品编修，万寿宴上连皇帝的面都不一定能凑到跟前，就算凑上去了，你怎么让一个皇帝别吃别喝？所以你得选魅惑术。我特么……哥，薛仁要是死了，11防控3论就没了，2个月后疫病爆发，10万人啊！恭喜宿主获得技能，预祝宿主争得圣宠，共度良宵。滚！梅妃，莫非是想在万寿宴上动手脚？得让皇兄提前防备。南疆贺寿，千年血珊瑚100件一座，夜明东珠百里。皇兄，听闻翰林院顾编修亲手作画为贺礼，颇为用心。满朝文武送的都是金玉之物，唯独此人以笔墨寄情，不如一观。好端端的，忽然点我干嘛？我宝贝儿子什么时候会画画了？取来。顾编修，上来，你来解释一下此画作。回陛下，此画名为《万马奔腾图》。马在哪儿？奔腾过去。好一个有意境的万马奔腾！当下兴许是自己离皇上最近的时刻了，不用技能，更待何时？成败在此一举。倾国倾城魅惑术启动。顾编修，你这幅画倒也别致。谢陛下赏识，这魅惑术果然有用。那1天之内，我不是可以对陛下为所欲为？臣妾酿制了3年的桃花醉，愿陛下龙体安泰，福寿绵长。来了来了，关键剧情它来了！这酒里可有情蛊之药，而且梅妃可不好惹，无凭无据，我一个7品编修怎么拦？无双眼甲，全欲放甲手中杀，张口欲长生这也太好笑了吧！粉眼皮角个甲，便欲来暗坐下，不敢沾染过前茶，只做凡人不学月风华。
翩翩为什么在万寿宴上给陛下唱这种调调的曲？争宠吗？顾编修嗓子不错，朕今日兴致不在酒上，这酒先搁着吧。是，臣妾遵旨。连陛下都如此欣赏，我好大儿出息了啊！娘娘，这怎么办？急什么？陛下，这道桂花糕是臣妾亲手做的，清淡不腻，最适合垫垫肚子。酒是拦住了，但桂花糕、菜品甚至茶水，任何一样都可能有问题啊！陛下，朕晚间用了些点心，也恰到不饿，撤了吧。陛下，撤掉。可恶，这该死的顾边生，难道是只蓝狐狸精不成？陛下，臣妾在寒芳殿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，只适合陛下一人独赏。今晚可否移驾寒芳殿？我靠，直接开始物理勾引了！皇帝要是跟他去了物理寒芳宴，秦谷还不得当场中奖？不行，得把皇帝今晚的时间抢过来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可知道？陛下，寒芳殿的寿礼，改日再赏。顾编修方才唱的几首曲子，朕听着倒新鲜，不知这些唱词又是出自哪部古籍？回陛下，臣前阵子在江州治水，顺便发现了一部古谱 DJ 残卷。DJ， 今晚你来御书房见朕，朕倒想听听这残卷里还有什么新奇的唱词。陛下竟然推了梅妃娘娘，让一个七品边边去御书房伴驾。其实我家小儿子也挺优秀。我儿不仅治水行，这唱戏夺宠的本事竟也如此出众，顾家大兴有望啊！本宫宫斗3年，竟然输给一个七品男编修，奇耻大辱！得想办法除掉这个争宠的男狐狸精，给母家传信，就说今晚的事没办成。臣顾明礼，参见陛下。免了。顾编修，今晚唱曲搅局拦酒拦高拦人，你究竟是何意？回陛下，臣近日得了仙人托梦，陛下今晚万不可随意饮食，否则龙体有患，悔之晚也。仙人托梦？哪路仙人？光很强，脸很糊，大概是 VIP 会员专属特效。VIP 特效还能再扯点吗？去把太医院院派薛仁叫来，带上梅妃今晚送来的酒和桂花糕。遵旨。陛下，这是蛊毒引子。什么蛊？苗将情蛊所用之引子，此物无色无味，饮入后会引诱蛊虫循气血自行爬入。若陛下今晚饮了这酒，吃了这膏，彻查梅妃母家，承恩侯府上下所有人，一个不许走脱。是。顾编修，你那位仙人的白皮特效暂且不练，本王倒是好奇，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奇怪的唱曲？再唱一首来听听。我不名分，我不多诚，皇兄，要不给顾编修一个名分？大可不必。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。臣的妹妹近日钻研药理颇深，想跟薛大人学些医术，只求薛大人闲暇之余去顾府指点一二。准了。臣领旨。薛仁活下来了，10亿防控3轮就保住了，2个月后的10万条人命，终于多了一道保险。府里人走路不会飞，不是府里的。你们是谁呀？来送礼的吗？找死！哟，江湖杀手！功夫不太行啊。 5万两，10天，得在京都开个新的花钱路子才行。
薛仁保住了，衣礼物资人手，万事必备。哥，你为了咱们的大计牺牲你的节操，妹妹会永远铭记的。滚！你还是想想怎么让咱爹收手啊？疫情还没来呢，防疫的银子再被他一摊，那咱俩就真成笑话了。哥，阻止他的手不如阻止他的心，咱们可以下。怎么下？装神弄鬼。计划是这样的，今晚子时，趁咱爹烧香拜佛，15和10扮成黑白无常，我哥装备所走的魂魄，让爹亲眼看到他亲儿子的魂被阴差勾走。最后黑白无常留一句话：贪墨赈灾隐者，魂魄必被索去。这女人坑起亲爹来真是不遗余力。好主意，小姐太好玩了！不能让15扮魂魄吗？我跟少爷扮黑白无常，那多威风！你觉得我爹看到15的魂被勾走，他会心疼吗？必须是他亲儿子啊！我谢谢你。承恩侯府被查封，37箱黄金被抄，全是顾家那对兄妹坏了我的骨毒。去，传话给外面那2个废物杀手，今晚再灭不了顾家满门，我就把他们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。主子发话了，可硬来绝对不行。顾府里那个穿黑衣的小子武功太邪门了，咱俩联手连他一招都接不住，得想别的法子。有了，我这2天观察过了，顾家那个老头子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在书房烧香拜布，足足拜1个时辰。他信鬼神信到骨子里了，咱们不如半夜扮成黑白无伤进他书房，把他活活吓死。妙啊，不见血，仵作也验不出来。就算再碰见那黑衣小子，他总不能把鬼当刺客拦吧？就这么定了。怎么样？够不够吓人？不错，今晚让那老头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地府来人。财神爷爷、城隍老爷保佑，保佑老臣的闺女和儿子平平安安，保佑皇帝不要总盯着我脑袋。要是实在保不住脑袋，保住家产也行啊。老爷，夜深了，该歇了。不急，再拜3炷香。桃枝，含住，吹，一定要把气氛拉满。您若实在害怕，就哭。好吓人！公子，您都披头散发这样了，还是难掩姿色啊！开始行动。等等，有人！墙上2个人，回清宫。大半夜的，谁这么无聊？那2个人影跟15、10一模一样，这是遇到真的黑白无常了。真正的黑白无常，原来长这样！地府来收我了！娘啊，儿子不孝，今晚遇见真无常了啊！我操，咱们竟然遇见正主了！别妄动，万一是来交班的，顺手把我带走怎么办？那个，2位也值班呐？2位好走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墙角没站人，身后也没人看我，我是气氛组，我不能走。小姐，好吓人！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个4位大人，你们不是上有差事？对，我们也忙，那就上路吧。对，大家都还有任务，走了。太他妈吓人了！走，去书房办正事。书房灯灭了，去卧房堵他。好巧！把灯笼点上。我怎么听着有人在哭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人？好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后花园闹鬼了，2个女鬼，一个眼睛冒绿光啃手，一个满脸血泪，太吓人了！胡说八道！甭管什么鬼，先回屋再说。该咱们出场了，上！
老爷，您看，是黑白无常啊！李儿，有人抢生意，咱们也上。四个，阴间也是轮班制的。老爷，跑吧！不行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我儿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他才20，他还没娶媳妇儿呢。我这个爹，贪财是真贪财，但对儿女是真没含糊过。愣着干啥？该你们接台词了，快警告他呀！什么词来着？要了命，要命了！儿，等今晚我们都要带走。对，赶紧把银子交出来！阴间差爷爷搞抢劫，地府经费这么紧张吗？你俩能不能靠点谱？再编下去，我爹要以为地府跟绿林寨是一个系统的了。爹，地府来人了，说咱家若贪了防疫赈灾的银子，就要把我的魂锁走，送到地狱受尽刑罚。要抓我！我儿子没贪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等会儿，什么防疫？我也没贪啊，银子还在户部库里呢，1两都没动。阴间办事也讲证据的吧？要不这样，二位，明日我便让人给二位孝敬去5万两银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走，李儿，接待你回去。动手！原来也是假扮的，找死！前院有路你不走，死了你闯进来！儿啊，你看看，没点钱傍身不行啊，地府关系都打点不通，爹得再努力点，多贪点才行。爹，地府把恶人抓走了，这说明世间善恶，地府自有评判。赈灾的银子1两都不能动，您答应我。罢了，舍财免灾，爹答应你。小姐，老爷一大早就派管家出门去城隍庙了。管家说府里昨晚闹鬼，老爷跟阴差谈好了价钱，今早带了6个伙计，拉了2辆大车钱箱送保护费去了。拉了2大车钱箱，说是5万两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数额也没动啊。嗨，多亏了老爷跟阴差谈了保护费，咱们大少爷才没被抓走。是啊，老爷天没亮就起来，亲自监督伙计们糊纸元宝，特意吩咐要用最好的金箔纸，说黑白无常是正经差邮，马虎都金箔纸50万两是烧的纸钱。温馨提示：冥币、纸钱、纸扎元宝等非实体货币不计入赃银消耗，请宿主不要痴心妄想。我爹果然是花小钱办大事的祖宗，还是老老实实建我的一堂吧。小姐，这位是主子给您配的师爷陆清河，以后您花钱他跟着记。陆某见过顾东家，王爷吩咐东家若需账房帮手，尽管差遣。好家伙，我的阴阳账本还没开工，集团的审计就直接空降了。萧绝算你狠！行，那我就赔给你们看，赔得理直气壮。陶之，去城南破瓦巷。一堂专门施粥赠药，收容无医老老。天子脚下，烂床都在城墙根底，疫病一旦爆发，这地方就是人间地狱。砖是老砖，地基没泡水，就这儿了。前院搭棚做药膳，后院隔出库房，若水质过关，就再好不过。陶之，去请衙人算账过气。东家，陆某直言，这破瓦巷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在这儿开铺子，您是不打算赚钱了？这老家伙是想问我是不是准备销赃吧？陆先生，你只看到了表面。你看这巷子的走向，东南入，西北出，水口收在坤位，坤为地，为母，厚德载物啊。再看这铺子，门开正南，背靠北墙，南属离卦，离为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这叫火入火地，借火炼药的上上格局。未来10年，此地若无木属性镇压，京都必有大灾。东家还会占卜看卦？略懂。信口胡诌谁不会？只要能把钱花出去，我就是大雍第1风水大师。这位小姐，这铺面原先是个油铺，老板跑路抵债了，房东是外城地主，300两，只卖不租。总算有个贵点的了。可以，过气。东家，
霍月像3年前最后一笔交易是巷尾杂货铺2间半，92两。今年行情跌了2折，3间铺子带后院最多130两。我巴不得他再加200两呢，你这样我还怎么完成任务？成，130两，过气。东家，在下认识几个做泥瓦活计的老师傅，手艺扎实，价格公道，还请东家将修整之事交于在下来办，材料和人工在下也一并安排，必能帮东家剩下一大笔。那就有劳先生了。东家客气。这些旧砖别扔，回头砌花坛围檐，又能省一大笔。这药柜多少钱？城东倒闭药铺淘的2手货，磨磨提面跟新的一样，原价少说50两，在下替东家捡了个便宜。这架子，太医园淘汰的，只花了5两运费。这废弃床铺改的，总共120文。先生真会过日子啊！先生，那我请几个人来帮忙，没问题吧？正常之事，自然没。东家，600个杂工，一天工钱加伙食都要40两，1个月就是1200两，这药铺还赚得回来吗？放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黄芪3万斤，板蓝根5万斤，苍瑶2万斤，全是治疫病的方子。东家，您这是要办个京都城熬药吗？陆先生忘了，囤药镇风水，旺财位。先生看看这个，帮我找裁缝，照这个样式定制一批衣裳。这是什么？护理服，先做2000套。这，他想做什么便让他做，只要不是撒钱，都不要阻止。那丫头脑子里有些东西，让她施展。在下这就去办。成药数万斤，务工600人，还订了2000套古怪的护理服，说他挥霍，却绝无盈利可能。属下实在看不懂了。 600则欧夫在挖沟清理街道，工部和京兆府几10年没干成的事，让他干，有意思。清河，从退伍禁军里挑10个可靠的，扮成护亚送过去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他到底在准备迎接什么。任务剩余时间1天，代花银两600两，总算快花完了。 只能期待那明更多赔点了。东家，您可算来了。我们找人试了橘红的药效，普通咳疾3天就能好，费劳半个月就能明显好转，效果完全不是市面上的镇咳方子能比的。竟有如此神药！做得不错。现在有多少存现？ 3万斤，不错，细水长流，只要不赚钱就……东家，像这样的货量，后面还有满满4大仓库。你说多少？5个大仓库，总共15万斤。我走之前日产量不到300斤，1个月怎么做到15万斤？东家待大家好，伙计们拿着那么高的工钱，自然干劲十足。晚上闲来无事，程喜自发去继续加工了。 谁让你们内卷的？真的不必如此啊！东家大善，请问这橘红定价多少？哎，东家您是不知道，市面上已经有医馆出2两金求购了。多亏了我们东家眼落开阔，堪称商界奇才。跟着东家，我们就等着过好日子吧。大事不妙，照这样下去要赚大钱了。食不进，在。你这个月干得不错，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更重要的差事，你去破瓦巷接管橘红药堂。东家。 您让我去做店铺大掌柜，你做事认真，新品上市，由你去做掌柜最合适。时不干，实现你真正价值的时候到了，好好干。小六这样的人才更适合带大团队。这样，江州红、橘红使营业部就交给你来管理。技术干销售，东家这赚钱方式绝了。东家这样安排必有深派，属下照办。这是最后600两，去找窑口定制2万个竹筒杯，把药按配方煎好，装进竹筒杯，拿到手就能喝。 本次任务完成，5万两银已清零，奖励发放中，未来头条乘以1已囤住。走，回城。系统，打开未来信息。
苗疆古尸，上回万寿宴为梅妃提供情蛊的那个老头。梅妃感染，皇帝已接近崩溃边缘，宫中人心惶惶。咱家只要一上头条，就是满门抄斩，都习惯了。病源很可能是苗疆那个老头，承恩侯家囤药抬价甩锅，他们杀的不是咱们一家，而是整座京都城的百姓，10万人。那个苗疆老头必须尽快处理，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恩侯府查找人，得借刀。借谁的刀？齐王。听说京都最近出现了一名神秘的苗疆蛊师，那老头不但身上带蛊虫，还带病毒呢。真有这事儿？这样长期养蛇蝎人应该很好找吧？也不知他身在何处，希望能找到他。搞定。我求你了，来个正常点的任务吧。为避免陛下因食用梅妃制作的点心而感染疫病，请宿主亲手为陛下做餐食，以争夺圣宠，让陛下无心再去吃梅妃的点心。哥，你会做点心吗？你得做个特别的吃食，才能让陛下无心再吃梅妃的点心。他做点心，那我就做道菜，川菜、鲁菜、淮扬菜。我好歹也吃了10几年外卖，什么菜没见过？大不了搞个番茄炒蛋，3分钟出锅，色香味俱全。哥，大庸没有番茄。那做拔丝地瓜？没有地瓜。红烧排骨？没有酱油。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？有面、醋、盐、羊肉、豆腐、姜，差不多就这些常用的了。就这，宫斗也太难了。按照未来头条提示，3天后梅妃会亲手做一铲点心送去御书房，只要皇帝吃下，就会感染疫病。哥，想要留住一个男人，先要留住他的胃。你这次准备的食物不但要有新意，还得好吃。你可是正儿八经的要跟后宫那群嫔妃去抢皇帝，咱风华正茂，必须得争口气。我不想争这口气，不过我好像找到突破口了。顾大人，今日见陛下说话千万谨慎些。这几日暑气蒸人，陛下心情烦躁，连着好几日茶饭不思了。依老夫看，是陛下最近太过勤政，久坐生育，气血不畅。您的意思是，陛下是病了，而是缺少活动？正是此理。哥，照你这么说，若是让陛下吃现涮现吃的热腾腾火锅呢？完全可行。红锅清汤打底，棒骨熬高汤，配上新鲜菌蔬高鱼肉嫩豆腐，氛围感和新鲜感直接拉满。皇帝天天吃冷盘温菜，肯定没见过这种野蛮吃饭。火锅的灵魂在于蘸料，现炒现磨的芝麻酱，加上蒜泥、葱花、香油、陈醋，一口蘸满麻酱的羊肉送进嘴里，谁能停得下来？点子是好，但御膳房咱们进不去，就算端上去了，等太监用银针试毒走完程序，牛骨汤早凉透结油皮了，还涮个批的肉啊。既然宫里规矩多吃不了，那就把皇帝忽悠出宫吃火锅。我要设计一套深浸式寻宝游戏，在宫城内外设置层层线索，每解开一段谜题就获得一页上古残卷，勾着皇上一路走到终点。终点在哪儿？咱家正好收集完残卷，顺便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。靠谱。哥，你有残卷吗？萧炎腹黑多疑，普通东西入不了他的眼。系统，你能不能去商城帮我兑换一本让皇帝欲罢不能的书？跑腿费扣除好险度10点，成交。兑换成功，让皇帝欲罢不能的古籍残卷已发放。这本书走错频道了吧？系统，你玩我是吧？但凡这里面是些不正经的内容，我就撕给你看。每一张正文后面都附了极其精妙的批注，角度刁钻，字字句句直指帝王心术和治国纲略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这东西对宵夜简直是量身定做。稳了。所以你计划把《论语》撕成碎片藏在宫里，让皇帝像追连载一样追到咱家来吃火锅。你确定他不会直接派人把你抓起来，让你交出全本？不会。别看萧夜是个冷脸帝王，但他也是个男人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没哪个少年会不好奇一场寻宝游戏。哥，你宫斗的颇有心掌，都开始揣测皇帝的内心世界了。你距离皇帝心中的 Top One 又近了一步。你这形容怎么怪怪的？儿啊，你大半夜要把皇帝骗到家里来吃饭，你是不是跟陛下有点啥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？爹，这叫向上社交。
别问，来不及解释了。爹，明晚开席，您的任务是主陪皇帝吃好喝好。罢了罢了，爹在官场混了20年，应付小皇帝信手拈来。桃枝，明早辰时去城西集市，仙君木要今天刚摘的豆腐要卤水点的嫩豆腐，芝麻10斤，蒜泥子、葱花、陈醋、香油一样不能少。小姐放心，羊肉我已经安排赶家去城西刘屠户那儿买北地羔羊了。二位兄弟，宫里太医说陛下久坐伤身，急需活动筋骨，在下设计了一套沉浸式游戏方案，需要二位帮忙，提前潜入宫中，将物品藏到各个指定地点。什么游戏？怎么玩？顾大人如此惦记，莫非是看上陛下了？只是陪同陛下体验民间游戏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哼，口是心非，这事需要请示主子。顾边修这癖好，是不是变态的过头了？本王倒要看看，你准备怎么得到陛下。备马，进宫。陛下，膳食撤。陛下，翰林院顾边修来了。臣顾明礼，参见陛下。江州水患进展如何？回禀陛下，进展顺利。不过臣今日求见，另有一事禀报。臣又遇见仙人。完了，顾边境又要作死了。仙人托梦说，宫中散落着一部失传已久的上古帝王治国秘典残卷，共12页，按线索寻找，可得全本。荒唐无稽。臣告退，残卷留在案头，陛下若有兴致，可一观。仙人说了，治国秘籍只送明君。陛下都没准他退下，他就自己走了。既有定刑，则受朕于臣，唯有武器，方能御万骑而不被其所误。下一夜在何处？快去翰林院，把顾边修给我追回来！陛下，您又唤臣回来，所谓何事？下一页在何处？回陛下，臣也不知道。仙人说了，每一页残卷都藏在特定的地点，需要循着线索亲自去寻。第2页的线索在这里。你在哄朕？我操，这话该怎么接？宫斗小说里怎么写的？含蓄，不能拒绝。陛下若是喜欢，臣也不是不能哄一下。顾边修胆子不小，陛下过誉了，臣只是有些率真。仙人说，此等上古秘典，唯明君可得，须以诚心亲寻。若是派人代寻，纸页上的字就会消失。行，今儿就当散散步。顾边修有点东西。王爷想多了，臣除了学识，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。陛下，是不是被施了媚术？是不是媚术不知道，但陛下明显龙心大悦，顾边修的身份怕是不能再以常理来论了。此2夜不在宫中，你想带朕去宫外？陛下，这事就是个你情我愿，您若是不喜欢，便不去。仙缘之事，确实跟臣无关。顾青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行，既然仙人总能托梦给你，你就带路。若是最终拼凑起来的古籍内容不过耳朵，那朕就送顾青回仙人那边好好休息。既然陛下如此信任臣，改天让他老人家亲自托梦来找你，夜夜入您梦。皇兄，有臣弟陪着，不如咱们出宫走一刀。还常服，微服出行。顾明礼，你费这么大周折，就为了请朕来你家？生肉生菜，一锅浑水。顾青是打算让朕自己煮饭。陛下驾临寒舍，臣惶恐万分。犬子说陛下近日操劳国事，饮食不佳，臣不敢进山珍海味，只备了些家常吃食，给陛下换换口味。陛下，这叫涮锅，肉片切得薄，滚汤里来回烫几下就熟，鲜嫩多汁，原汁原味。陛下，你这膳食还没验过。骨汤熬了4个时辰，羊肉是城西刘屠户的北地羔羊，菌污是城南张婶家摘的，食材源头可查。如果陛下不放心，臣愿为陛下试毒。香。这顾边境真是开了眼了，竟敢如此调戏皇上。行了，不用尝了，
陛下，吃啊！这不长眼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伺候一下。触发陛下临时想要的服务项目，选项1，亲手为陛下5斤菜，好感度+5。喂饭嘛，这个我会，全当照亮重症病患了。来，张嘴。顾明礼，你好大的！陛下说臣什么好大？好香，这种鲜美又热腾腾的人间烟火味，御膳房根本做不出来。再来一片，是不是很美味？来，张嘴，乖。他竟敢命令陛下！放下，朕自己来。吃啊，看我干嘛？没熟，再涮。陛下尝尝这野生松茸，滚石来稀就够，吃的是山野清鲜。顾边秋真是有心了，准备了不少时间吧？嗨，也没多麻烦，就准备了1天而已，家常便饭嘛。陛下，这是古籍剩下的内容，先人让臣在饭后当面奉上。幸亏他没全拆了，不然朕得找到猴年马月。这是个正经仙人给的书。这顿饭不错，回去让御膳房也备一口铜锅。陛下喜欢就好，下次臣再给您备个菌菇锅底。顾边修对陛下真是上心，萧谍者你这腹黑男！既然顾卿如此上心，那等治理完水患，就来御前当值吧。我真的是直男啊！儿啊，能让当今陛下在臣子家里吃到打饱嗝，你是独一份，还让你去御前当值，你果真入了皇帝的眼，前途无量啊！前无不无量不知道，再这么折腾我性命发忧啊！陛下，陛下忙碌了一日，妾身亲手熬了桂花蜜汁做了糕点，请陛下尝尝。不必了，朕已用过膳，吃得很饱。陛下可是在外面用的膳，陛下吃什么，臣妾做给陛下吃。不必，你可没有先人指点。今晚陛下在哪里用的膳，跟哪个狐妹子吃的？去查。给母家递信，陛下怀疑我，顾德白在查侯府，让父亲早做准备，想办法让顾家那父子俩闭嘴。是。宫斗任务完成，皇帝今夜未食用梅妃点心，一瓶感染高危路径已阻断。成了。奖励发放中，系统匹配最优解，应急物资84小赌液配方已存入。是84消毒液，次氯酸钠，广布杀菌，这可是一瓶防控的大杀器，比石灰水强10倍。原材料氯化钠矿脉，需宿主亲自寻找，别人无法代劳。这画幅真眼熟。唉，小满一过，疫病必报，原材料必须尽快拿到。哥，等明天见了薛太医，我就去找矿，你陪我。目标在这儿，但卡在3家山寨的交界地带，只怕山匪的大寨，那到时候咱们多带些银两傍身，万一遇到歹人，破财消灾嘛。你确定要带巨款去山匪窝？当然，正事要紧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师傅，好好的药铺，选个连马车都进不去的犄角旮旯，一看就没啥经验。泡着石灰水的消毒罐，民间土法子，但极其管用。这顾家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师傅，这药铺有点意思。您是薛大人吧？在下陆清河，东家在后院呢，我带您过去。这人算账是把好手，这铺子藏龙卧虎啊！这种布局，连太医院都比不过，受教了。水井那边一定要盯紧，每天早晚2次检查水质，发现浑浊或者有异味的，立刻封井。这一条写进值守条例里，谁违了，直接除名。是，东家。东家，薛大人来了。薛大人，劳您跑一趟。顾小姐客气，陛下有旨，老夫自当遵从。大人也看到了，我这儿开了家义堂，打算日后为百姓平价诊照，还请大人帮忙长长眼。
顾小姐，老夫有一事想问，您是在预防失忆吗？大人，我这开的是义堂，自然要备一些清热解毒的药材。要是等事到临头再抓啥，那就不是治病，是收尸了。此物形状清奇，请问又是作何用处？这个名叫口罩，是防止病毒浮沫传染的。小小一块布，竟有如此功效，后生可畏呀！我知大人对防疫研究颇深，此次请您来是想请暗帮义堂搭一支防疫队。队伍预计600人，分3队，1队负责排查隔离，2队负责药材兼配分发，3队负责转运善后。嘉禾7年淮南6郡疫病，是大人带队用1个月控制疫情，这一块只有大人能教我们。这丫头竟懂老夫当年苦心。顾小姐，这是老夫的徒弟方鹤年，23岁，候补医官。好，我愿以每月5两银的工钱，请方医官坐堂。顾小姐信任，鹤年定当竭尽所能。窗户朝向不对，病患若安置在此，风一刮，定期全倒灌点入。这排窗得封死，改开南向，每日熬剩的药渣全烧了，一律不得过夜。第一步，辨证分流，轻症左，重症右，疑似居中观察，动作要快。不错，把防疫演练搞成军事操点，效果远超预期。剩下的就是等那个时刻了。东家，橘红药堂开张半个月，1个客人都没有，要亏麻了。无妨，石大掌柜，我们要厚积薄发，越贵越显档次，主动暴露弊端，劝退客人，让他们自己做选择。属下误了。让食不期手店果然瞑目，你亏的越多，我越高兴。哟，就是这儿，这东家也是个妙人，竟把店开在这破地方。我就说嘛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谁来买药？你非要来看？越贵越显档次，主动暴露弊端，劝退客人。2位公子，我家货太昂贵了，2位未必买得起，我劝2位还是早些离开吧。我操，石不济不愧是干倒50家铺子的男人，这败家天赋浑然天成啊！刚刚说什么？嘿，你竟敢瞧不起小爷我！买不起就滚。 2位公子可有咳疾？我们这橘红是专治咳疾的名贵药材，1两金1斤，价格着实不菲。2位既然没病，完全没必要破这么大的费来买药。谁说爷没病就不能买橘红了？装货！掌柜的，给爷来10斤。10斤算什么？给爷来20斤、30斤、40斤、30斤，那就1人50斤。伙计搬药，2位贵客，1人50斤，快！ 2个卧龙凤雏，不是你们花钱这么随便的吗？小娘子，只有1两金1斤的名贵药材才配给我郑家用。就是，我们药堂从来不进平价货。2位公子说回去是药效，若当真神奇，就带朋友来批量购买，我们要发财了。加价，给我狠狠的加价！4两、8两、12两！这帮有钱人是不是脑子有坑？橘红都炒到20两斤了，他们还抢着买。好消息，薛神医和方医官免费义诊，橘红一炮打响，彻底卖疯了。好消息，得知京城火爆，江州分部士气高涨，燕小六带头加班订单，已排到明年开窗，净利润97000两。我爹受贿的那点银子，还没这个零头多，造孽呀！陆先生，我要给伙计们发赏银。东家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为何突然要发赏银？陆先生，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我把你当牛马一样使唤，最后你拼死拼活驮回来的粮食全都进了我的口袋，我每天吃香喝辣，而你甘心吗？这问题太考验人性了，但是确实有点不甘心了。你再看看鹦鹉，他天天跟着我们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每天只能抱着一把破刀，像个木头桩子一样守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寞。难道我们赚大钱了，他就不配拿到一份丰厚的赏银，来抚慰他千疮百孔的心灵吗？东家宅心仁厚，那您觉得发多少合适？本次发放赏银共计31000两白银，扣除后月度剩余净利润66600两。怎么还有这么多？陆先生，你一定要按照大庸律例的最高标准去交，少交一个铜板，我拿你试问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回来了！爹听账房说了，你那橘红药堂月净赚10万两，我家月儿这么厉害。爹，这是女儿孝敬爹的第一笔大钱，5万两白银，给您花，随便花。月儿，你给爹钱花，会烦不院出息了。爹啊，女儿又发现一个新项目，前期至少要投20万两。月儿，你是想跟爹要银子？爹，跟爹走。20万两你自己拿，
这里只是爹藏的一部分银子，像这样规模的银库，爹还有20多个呢。新任务已发布，任务目标2个月内花完21万两白银，失败惩罚满门抄斩。下个月就是京都一平全面爆发的节点，这劫矿业我哪有空闲出去找烧钱的项目？不行，这土匪窝必须得去，银子带的越多越好。公子，我们今天去哪儿啊？咱们今天进山，去找条矿脉。公子，这个糕饼好吃。一时别忘了规矩，人要活得通透，不要自己卷自己，没苦硬吃。顾边修斯是看上了一时，想卷着硬吃。进山有2条路，北坡绕远但平坦，南谷近但路况差，而且要穿过第1座山寨外围，被标了高风险。走南谷？你认真的？赶时间嘛。这条路怎么越走越安静？一时，怎么了？林间有人埋伏，5人加5人，还有5人。你直接说15人不行吗？车里的，识趣就乖乖把值钱的东西丢出来，把命留下也成。千等万等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小姐，杀吗？别动手，千万别动！小姐，莫非您没见过匪人？还真没见过活的。你们劫财是吗？是吧？最大战力能劫多少财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战绩不行，还不够资格打劫你们。那是当然。瞧你们这装扮，这武器，一看就不专业。你们几个过来，我跟你们聊聊。小姐，他们是匪。我知道，办正事儿。你是大当家，叫什么名字？你们这寨子多少人？弟兄们都叫俺老马，俺是2当家。大当家上个月染病走了，山下粮商不赊账，兄弟们饿了半个月，实在扛不住，才下来堵官道。老马，你们劫我可以，但你们这劫法太外行了。我1辆马车最多带180两碎银，你们几十号人一分，吃一顿就没了。绑架会不会？索要赎金会不会？你看我是官家大小姐，你再看看车里那位，那身段那姿色，一看就有钱。就凭我俩的身份，怎么也值个20万两银吧？20万两，20万两，够咱站子吃100年了。你认真的？对，你写一封信送到顾府，写明赎金数额，当期3天送到，否则撕票。银子到了放人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个，俺们不会写字。想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不识字怎么行？顾府老爷台见，令爱令郎现于某某山寨教住，3日之内速将赎银20万两送到山下指定位置，若逾期不至，后果自负。你们寨子叫什么？黑石崖。太土了，以后对外叫威虎寨，你也不要叫老马，以后叫座山熊，外号熊二，拔气。威虎寨，座山熊，这名字果真霸气。恩人，俺替兄弟们谢谢你。别磕了，赶紧派腿脚快的弟兄把信送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小姐连山匪都能收服，太厉害了。我可没有收服他们，这是商业合作。哼。天色晚了，恩人不如去山寨住一晚。走着，小姐，咱们真的被绑架了。放心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他们不会跟财神爷过不去。这话听着好没有安全感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公子和大小姐被绑架了！什么？我懂了，这就是月儿说的赚钱新项目。为了防监察院查洗钱，故意写的暗号，去库房提20万两银票。老爷真给啊！这不是绑票吗？不报官，报什么官？不就是个山匪绑架吗？大惊小怪。这是顾家跟山匪联手洗钱，还是顾家兄妹去洗劫山匪了？有意思。传令，调精英营骑兵100，即刻出城前往太行山救人。备马，本王亲自走一趟。兄弟们，终于有钱了！消耗库存20万两白银，任务余额1万两白银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肯替我花钱了。小姐，山下来人了。我爹的人？不是军队，约100余起，打的是京畿营的旗号。京畿营，齐王的地盘，萧诀亲自来了。官兵！完了，朝廷的人来了！兄弟们快跑啊！往哪儿跑？
面是悬崖。齐王亲自来，肯定猜到这20万两的来路了。我得编个合情合理的说辞，否则顾家满门都得倒霉。银子还你，千万别跟俺们扯上关系，俺们是正经山匪，只谋财不害命，按理不该被绞啊！对，信是您写的，求您跟快走吧，俺们不要了。当前代花费余额21万两。这群不争气的东西，我好不容易花出去的钱就这么退回来了。你把银子还了就不死了？你觉得官兵是冲银子来的？他们要的不是赎银，他们要的是我。开门。投降的姿势比我教他们写绑票信还熟练。顾东家，王爷，听说顾东家被山匪劫了，赎金20万两白银。王爷，这笔银子不是赎金，是投资。我有一个新项目，准备雇他们当伙计。投资？做什么活？挖矿。王爷请看，仙人给了我一张藏宝图。王爷，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矿石，可提炼制成消毒水，下力是石灰水的10倍以上。开采矿泉搭加设备需要大量人手，这些人常年在山里讨生活，熟悉地形，能吃苦，我才雇他们做工，发工钱。好，雇110个伙计需要20万两银。那自然是用不上了。那顾东家剩下的钱准备做什么？我是想让他们收过路费，正规化。俗话说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要在此处修一条路，一条奔小康的高速马路。原本70里地跑4个时辰，在高速马路上只需1个半时辰，平坦通畅，只准马车上路，且不准慢于一炷香10里地。路修成后，利润我们跟官府1人1半。高速马路奔小康，没听过啊。开药堂建议堂上山找矿，现在还要修高速马路，这丫头的脑子转得比朝堂上那帮大臣有章法的多。你说雇他们，但他们真归是匪，本王带兵过呢，不可能视而不见。王爷，他们本就是个收过路费的，怎么就成了匪人？俺们就是一群收过路费的。谁准他们收过路费了？官府同意了吗？王爷，我这不拿钱来帮伙计们把之前收的费用上交国库吗？要想富，先修路，修了路充国库。国库空虚，皇兄头疼多年，若真能有这条路子，开矿制消毒水，修路收过路费，2桩生意并着做。这条路你打算怎么修？具体的事儿得问我哥。啥事？哥，修水泥路啊，能不能做到？没问题。王爷，您看，从京都通往太行山余脉官道，全长70里。我计划把路面用夯土加碎石铺平雅石，铺上水泥，双车道，2侧排水兜，每10里里设一亭，2头设关卡收费。思路极其清晰，工部那帮废物怎么想不出来？修路的钱全由你们出。王爷放心，全由我们出，过路费收入5-5分账，双赢。听起来不错，但消毒水的事，本王要验过成品才算数。若是个幌子，这笔账本王另算。一言为定。顾东家做生意的本事，本王见识了，日后可考虑做个红商。还有顾编修，难得陛下欣赏，提你这御前半超。这是要把我们顾家上交打官啊！妈呀，活着真好！大小姐，您是俺这辈子见过最厉害的人。您刚才说雇俺们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每人每月2两银子，包吃住，往后不许打劫，1半人挖矿，1半人修路，干得好有奖金，月底结算，绝不拖欠。每月2两，城里酒楼掌柜的工钱啊！大当家，从今往后俺们都听您的，大当家威武！别叫大当家，万一又被当山匪剿了。我是你们老板。都听着，以后大小姐就是咱们的东家，大家都是有编制的人了，谁再敢说咱是匪，跟他急！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叫普济堂高速马路事业部。高速马路事业部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跟着大当家干！前面好像有条溪，水是白色的。含氯化钠浓度不低，就是这里了。开造集水池，搭简易蒸疗灶分离钠饮水，需要大量人工和柴火。哥，蒸疗灶多搭几个行不行？你要多少产量？京都消耗几百坛顶天了，搭2个灶就够了。那就搭4个。行，铜管从城里打造运上来，少说得2000多两。好，钠明液有了，还缺配方里的锰砂做催化剂。我上哪儿去找那些黑色的重石头？黑色的重石头，后山有个洞，里面都是这种黑乎乎的石头，特别沉。
还真是猛杀，激活了！灶台地基用大石块垒实，冷凝池挖深一点。达标了，明天开始灶台全部投产，目标每天100堂，优先送200坛回古都给齐王验货。公子文武双全啊！他是文人，搬一块石头喘3口气，算不上我。那就是文文双全。小姐10天就花了快1万两了，才1万两，继续花，别心疼银子，银子生不出小银子来。小姐，药堂那边来人了，说是方大夫派来的。京都城内及周边数县咳疾患者骤增，高热不退，咳血，此非寻常疾病，请东家速回定夺。任务节点到了，疫病爆发了。桃枝，收拾东西，回京都。东家，方大夫在后院等您。回来了，8天前开始的。高热、干咳、咳血、气短，传染性极强，伙计已经倒了2个。时不急，从今天起，前堂后院所有人必须戴口罩，不戴不许进驿堂的门。这不是普通的咳灾，是疫病。你之前囤那么多药，就是在等今天。薛太医，皇上的安全是重中之重，先保住宫里的人，其次才是全城布防。好，老夫这就回宫禀告陛下。当务之急，就看薛仁能不能得到皇帝启用了。这场硬仗开始了。薛院判，陛下正在议事，非急务不得打扰。急务有多急？耽搁1个时辰，京都可能死1万人。薛太医，你不在太医院待着，跑来御书房做什么？臣有急事禀报。京都城内及周边数县近半月出现大量咳疾患者，症状高度一致。臣今日亲赴民间驿堂查验，确认这是疫病。你确定？臣确定。臣20年前曾在淮南平疫，这番病患的脉象与症状与淮南疫情极为相似。皇兄，陈伟正要说的是，也跟这个有关。监察院在城西找到了那个苗疆古尸，但找到时那人已经死了，死因是严重的咳疾。死者口鼻处有大量干涸的黑色血渍，肺部可能已经完全溃烂。你是说这场疫病是这个苗疆人带进来的？苗疆多瘴气疫症，古时携带蛊毒意图对陛下不利，蛊毒未得手，他身上的疫瓶却散发开了。前朝末年京疫大疫，3个月死了12万人，流民四起，王朝根基动摇，这绝不能重蹈覆辙。薛仁，疫病之事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臣斗胆，先请陛下及宫中诸位进士佩戴此物。此物名为口罩，以多层梳棉絮织成，内衬药草夹层，可阻隔飞沫，防止疫气入体。哪来的？是顾相家大小姐的纺织工坊所制。顾相，顾德白的女儿。正是。皇兄，顾家那个丫头前阵子在城南开驿堂，囤了几万斤防疫药材，雇了整条街的平民成立防疫队。那条破瓦巷原来又脏又臭，现在比京丈府衙门口还干净。这一切都是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做好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没有出现疫情时就已经提前做好了防疫准备？顾家这对兄妹的行事太叫人看不透。顾明礼在万寿宴上拦了梅妃3次，查出情蛊。现在顾明月又提前备了全套防疫物资，说巧合，未免也太巧了些。顾德白和悉尼20年养出的一对儿女却如此妖孽。薛仁，臣在。朕即刻任命你为此次防疫总管。太医院听你调度，京兆府、武城兵马关、顺天府全力配合。臣领旨。顾家丫头驿堂里的那支防疫队，你熟不熟？熟。那套分区隔离的章程是臣帮着定的，600人训练了半个多月，令行正练，好用得很。传旨，正用。顾家兄妹真是天上派来的贵人，若无他们早做准备，今夜皇宫便是惶恐不眠夜。陛下当机立断，老夫定不负圣望。事态紧急，立刻跑步送到顾老家手里，全城布防。是。防疫的第一步总算成了。
时不济，库房口罩总共多少5.321个，苏婉连夜赶工，明天上午还能送来5000个。不够，京都加上周边县镇常住人口30万，至少10万打底。是，东家。义武，帮我跑一趟，去找齐王。东家大善。薛太医，一堂的隔离区分为3级：轻症区、疑似观察区、重症区。每区之间用石灰线隔开，人员绝对不许串区，违令者直接赶出去。后院目前收治了47名患者，其中重症8人，昨夜新增3人。新增速度在加快，所以我们没时间磨蹭。口罩到了多少？苏婉那边连夜赶工，今天50前还能再送来3000，够用几天？看怎么用。如果免费发，最多3天就没了，后面的产能跟不上，断了档反而麻烦。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所以不免费发，1文钱1个，以太医院的名义出售。疫病当为，卖口罩，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要被百姓戳脊梁骨？薛太医，您行医30年，比我更懂人心。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，上午领了，下午嫌闷就扔了，您信不信？太医院以前在灾区免费发过药包，结果一半被拿回家囤起来长毛，根本不用。这丫头把人性看透了。但花了钱的东西，哪怕只是花了1文钱，她也舍不得扔。1文钱买个保命的东西，谁都买得起，谁都不嫌贵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所得银两全部用于防疫开支，账目公开。东家菩萨心肠，疫评过后，老夫一定向陛下上报东家工具。别，千万别上报！我只是为了保住顾家满门不被皇帝砍头而已，我只想狗命啊！小姐，消毒水到了。第一批200坛，一路从威虎寨运下来的，路上颠了不少，但封口都没破。这就是你说的消毒水？对，比石灰水强10倍的消杀效果。好东西，神药啊！但光靠我们自己喷洒，覆盖不了全城。小姐，主子回信了。京域营的兵已经调好了，200堂消毒水分成4组，配合官兵沿4城主街和各坊巷喷洒，重点区域是水井、公厕、菜市和人流密集的坊门口。丫头，你这脑子要是投胎成男子，怕是要当宰相。宰相太辛苦，我只想当个正经商人，赚点大钱。这丫头明明出身右相门第，为何非要执着于经商？罢了，人各有志。普济堂的免费药汤，喝了能止咳化痰，看诊的乡亲们免费喝。下一个，若不是顾家这对兄妹提前准备，如今的京都城绝不会是现在这副尚且安稳的样子。顾明月，你到底藏着多少惊喜？官兵在撒什么？莫不是毒药？历朝大义，官府都是把病患抓走烧掉的，快关门，别沾染了！是普济堂，是那个城南一堂的东西，能杀义气的，大家别怕。排好队，1文钱1个，每人限购10个。听说了吗？太医院薛院判亲自坐镇城南，用的就是这普济堂的口罩，1文钱就能保命。真的假的？1文钱这么便宜？骗你是狗！你看那些巡逻的军爷和一堂的伙计，人手1个，谁都没染上疫病。这可是保命的宝贝，1文钱买的，可不能弄脏了。方鹤年开的这预防药，苦的能把人送走，坚决不喝。小姐，方大夫说了，必须喝。一武，你真是个尽职的催命鬼！小姐，出事了！几个百姓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块大木牌，立在咱们一堂门外了。木牌写了什么？菩萨救世，灾厄全消。
手脚麻利点。咱们就是菩萨座下的童子，绝不能夺了普济堂的威名。是，掌柜的。听说了吗？那位股东家是右相的闺女，相府出了个大善人呢。什么大善人？那是菩萨转世，1文钱一个的口罩，人家是倒贴钱卖的。我表姐在纺织坊干活，亲口说的。我家隔壁老张头在一堂治了3天，就活蹦乱跳了。回来就在家里供了个牌位，上面写着普济堂顾东家长生位。让他把那个牌位撤了，我还活着用不上长生位。东家，不光老张头一家，整条破瓦巷家家户户都供上了，而且什么？他们没有只供您一人，顾相和大少爷也整整齐齐的被供上了。大可不必啊，我们家还在努力苟命，怎么就在市井间整整齐齐了升天了？轻症区又有12个人达标，重症区稳住了8个，恶化了1个。我调整了方子，今晚再看看。干得不错，一瓶可算控制住了，回头给你发大红包。这员工真难带。宫里来旨意了，急召顾边修回京。我哥不是在江州收尾治水的事吗？大概陛下怕他死在外面。陛下原话：顾边修在外地，仙人夜里托梦还得长途跋涉，是大不敬。宵夜这理由找的，别说朝臣，仙人听了都得愣一下。我哥离皇帝心里的 top one 又近了一步。顾边修墨研的不错，力道均衡，浓淡适宜，比上一个伺候笔墨的小太监强多了。多谢刘公公夸奖，拿我跟小太监比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啊。听说江州那边变化很大，是吗？没听说。好多富商跑去江州，你那堤坝修完之后，沿江两岸热闹的很，还有人写的诗，传的满京都都是。您怎么这么爱听书？恃宠而骄，顾边不这是恃宠而骄啊！堤坝是很气派，还有你妹妹修的那条什么高速马路，听说那修路方法是你教授的？那法子不是臣想出来的，那是一斌已经托梦到梦传授的。承恩侯府也可以收网了。朕想过几日微服出巡，去江州转转，你随行。是。承恩侯通敌叛国，贪墨军饷，私通南疆部族，主犯斩首，从犯流放。美妃勾结苗疆蛊毒，刺杀忠良，剥夺封号，移送宗人府。陛下饶命！朝廷拨了20万两防疫赈灾银，但负责人是咱爹。皇帝让我回京，又让爹主持赈灾，这是信任还是钓鱼？未来头条上写了，他这次贪了10万。唉，过几天皇帝要去江州微服出巡，还让我随行。正好，我也要去一趟江州。我在江州铺了一大摊子，得去看看。2个月内花完20万两。未来头条查阅权限1：10日后，皇帝例行微服出巡，游历江州桃花源时，陪家提前设局。皇帝繁州桃花源水域，一名世家小姐意外落水，被皇帝随行侍卫所救。该女子以家宴之名邀皇帝于酒中下药，借腹中皇嗣入宫，成为陪家暗棋。裴家女入宫3个月后，联合御史台以圈地离财之罪名揭发咱爹，顾相下狱，顾府抄家。不能让那个女人靠近皇帝，把这条线掐断，后面的棋就废了大半。宫斗任务发布，任务名称军心难测。任务目标：在皇帝出巡江州期间，吸引并保持皇帝对你的注意位。完成奖励：神秘3选1。失败惩罚：顾家被查抄，不得白被斩。我在皇帝心目中有地位吗？还需要巩固。哥，此次去江州，你一定要把皇帝跟紧了，寸步不离。你就是皇帝身边的桃花斩，必须斩掉那朵烂桃花。明白。为了保住咱爹的脑袋，我拼了。